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社会？一个婴儿刚出生，连哭声还没消散，就已经被世界删除。在韩国，这些孩子被叫做幽灵婴儿，这不是文学修辞，而是真实存在的冰冷称呼。所谓幽灵婴儿，就是医院里有出生记录，但父母从未申报。在韩国，如果父母不去办理出生登记，这个孩子在法律系统里就从未存在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医保，没有疫苗，也不能上学。对社会来说，他们就像空气。2023年，韩国政府进行了一次全国清查，调查2015到2022年间所有未被登记的孩子，结果触目惊心，超过2100个婴儿失踪，其中至少249个已经确认死亡，还有800多个下落不明。活下来的只有大约一半。换句话说，那些本该在操场奔跑，在学校喊老师的孩子，很多早就被掐灭在生命的起点。真正让全国炸锅的是一起发生在水源市的案件。警方调查一位妈妈时，发现她拒绝交代2个出生了却没登记的孩子的去向。最终在她家的冰柜里发现了2具婴儿遗体。那一刻，幽灵婴儿3个字从新闻里钻出来，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可怕的是，这并非个案，背后藏着一个系统性的问题：为什么会有人宁愿冒风险也不去登记孩子？答案其实很残酷：贫穷、意外怀孕、单亲、羞耻感、社会冷漠。在韩国，如果一个未婚女性怀孕，她可能会被家人赶出家门，被邻居议论，被公司辞退。她既付不起高昂的堕胎费，也养不起孩子。可要是登记了，这个孩子就会永远成为无法抹去的痕迹，意味着更多麻烦和歧视。于是最极端的选择就出现了：把孩子藏起来，不报，甚至弃养。讽刺的是，韩国一边用巨额财政补贴来鼓励生育，另一边却把不合规则的母亲和孩子推到角落。于是最需要保护的新生命成了最容易消失的群体。你可能会以为幽灵婴儿只是个别极端案例，可如果把镜头拉远，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对孩子的态度本身就是冷冰冰的。最直观的例子就是 No Kids Zone 无儿童区。在韩国，走进一家咖啡馆、餐厅，甚至是一些景点，你会常常看到门口竖着一块牌子，禁止儿童进入。理由很简单：孩子吵、跑、打扰别人，店主要维护环境安静。很多年轻人和单身族群觉得这是文明的进步，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安静、效率、干净的氛围。更刺眼的是，不只是没孩子的人在支持，连不少带孩子的父母也点头赞成。他们知道，自己的孩子一旦哭闹，就可能招来白眼，甚至被赶出来。与其受尽冷落，不如自己也附和一句孩子确实很吵。结果是什么？父母和孩子一起被赶到城市的边角。孩子不再是未来的希望，而是不速之客。在一个正常社会里，大家会为孩子让路，但在韩国，公共空间选择为成年人让路。有人说这是素质问题，有人说这是自由选择。但说到底，这是社会的一次投票，在舒适与孩子之间，韩国人选择了舒适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年轻人如果每天都看到这样的门牌，他会对未来生孩子有多少期待？答案显而易见，连社会都不想要孩子，为什么我要生？而这还只是孩子被嫌弃的第一步。就算侥幸出生被登记，一个孩子的路也是地狱开局。首先是医院，儿科医生不足，夜间停诊，急诊收治难，常常出现孩子生病却找不到医院的情况。2023年，首尔一个5岁小男孩急性喉炎发作，家人抱着他跑遍医院，结果没有一家肯收治，孩子最后死在父母怀里。那一刻，无数年轻人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生孩子太可怕了。熬过医院，孩子马上掉进另一口井，补习。韩国有句话：便利店开1家，补习班能开3家。
从小学生到高中生，晚上10点下课是常态。一个家庭每个月光补习费就可能要掏70万韩元。孩子每天写不完的题，父母每天算不完的账，到头来大多数人还是只能做陪跑。为什么？因为韩国的阶层像一座金字塔，顶端是三星、现代、LG 这些财阀企业，几乎决定了谁能进上层社会。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有人脉有资源，补习是加分，而穷人家的孩子再怎么拼也只是保底。所以很多人调侃，韩国最卷的不是高考，而是出生。孩子苦，父母更苦。父母知道这是个几乎无法逆袭的社会，所以干脆退出游戏，不生。年轻女性尤其直接，她们比男性更清楚生育意味着什么，职业中断，晋升没戏，还可能被贴上妈虫的标签。她们心里想的不是要几个，而是能不能不生。所以你看，韩国的少子化不是1-2个政策的问题，而是社会氛围的整体排斥。孩子从一出生就在被嫌弃，父母从怀孕那一刻起就在被惩罚。韩国的总和生育率 TFR 是全世界最低的，2022年是 0.78， 2023年继续跌到 0.72。 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平均一个女性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。在正常社会，维持人口需要 2.1， 而韩国连 0.8 都不到。这个数字冷得像心电图的直线，不仅是统计学的震惊，更是社会情绪的崩盘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政府不是已经给了很多补贴吗？没错，韩国砸钱的力度在全世界都数一数二。现金津贴、托育津贴、购房倾斜、生育奖金，甚至有公司直接开出生一个娃奖励1000万韩元的条件。但结果呢？钱没能把人留住。为什么？因为问题不在钱包，而在心里。补贴像止痛药，止得了疼，治不了病。病根是什么？是社会整体传递出的孩子是麻烦的氛围。你去听几个年轻家庭的真实声音。一个住在首尔的妈妈说，我生了孩子以后，发现世界对我关上了门。地铁上推婴儿车被嫌弃，咖啡店被挡在门口，朋友也不约我了。我好像从一个人变成了拖油瓶。一对双职工夫妻算过账，我们俩加起来月入600万韩元，听起来还行吧？可托儿所要排队，月嫂请不起，房贷压在头上，再加补习费，最后我们决定只要一个孩子，因为再多一个就意味着生活彻底被掏空。还有一位年轻单身女性的话更直接，生孩子等于自杀。你会失去工作，失去自由，失去未来。为什么要拿自己的一生换一个社会根本不欢迎的生命？这些不是极端言论，而是普通人心里的实话。韩国社会在嘴上说我们需要更多孩子，但在实际生活里却在不断把带孩子的人推向边缘。公共空间在拒绝，教育体系在榨取，职场在惩罚，阶层在固化。于是年轻人算完账，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，不生才是最理性的选择。而这正是韩国最深的矛盾，一个国家一边喊着多生孩子拯救未来，一边却把孩子和父母当成麻烦。数字一路下滑，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在首尔街头，你会常常看到一种刺眼的对比，宠物推车随处可见，咖啡馆、商场对小狗热情欢迎，甚至贴心准备饮水碗和零食，而同一条街上，另一块牌子却写着 No Kids Zone。 这不是反差萌，而是社会矛盾的照妖镜。成年人愿意为宠物让路，却越来越不愿意为孩子让路。
宠物能带来治愈和陪伴，不会哭闹，不会打扰别人，甚至还能在社交平台上赚点赞。孩子却意味着吵闹、麻烦、经济负担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提醒人们不得不面对责任和未来。于是，越来越多人选择养宠物代替生孩子。社会的温柔都给了宠物，社会的冷漠却留给了孩子。长此以往，就制造出一种令人心寒的错觉，在韩国，孩子好像不如狗受欢迎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，这背后是现代都市情绪的回旋镖。韩国社会高度竞争，每个人都在压缩自己的时间和情绪。办公室里不能拖后腿，地铁里不能占空间，餐厅里不能出声。大家都在努力维持一种高效率、低干扰的生活状态。可等到下班，所有人都累得只剩一点点耐心。如果这时旁边突然传来孩子的哭闹或奔跑，就像针扎破了最后的安静气泡。成年人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？最简单粗暴的，禁止孩子。于是无儿童区一块块立起来，看似解决了安静问题，却让整个社会慢慢习惯孩子是干扰源，是麻烦，是不该存在在这里的群体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对孩子的耐心越来越少，对生育的意愿也越来越低。这就是情绪的回旋镖。当我们一次次选择排斥孩子，最后排斥的其实是自己的未来。而未来已经在数据里赤裸裸呈现，人口下滑，学校关门，年轻劳动力锐减，连军队都面临兵源不足。韩国人越来越清楚，却又无能为力，因为在现实生活里，孩子代表的不是希望，而是压力。问题是，韩国能逆转吗？很多专家给过答案：加钱、加津贴、加福利。但事实已经证明，这些都只能当止痛片。真正能决定人们要不要生孩子的，不是补贴数字，而是生活感受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进咖啡馆，不是被挡在门口，而是有人帮她挪个位置，递杯水，她会不会觉得社会在欢迎她？如果地铁里的婴儿哭声不再被当作噪音，而是被视为自然现象，周围人理解的笑一笑，父母会不会少一分自责？如果托育不再是拼关系抢名额，而是就近就能进，父母会不会安心许多？这不是制度上的口号，而是日常中的温度。一个社会对孩子有多少包容，就决定了这个社会还有多少未来。但现在，韩国走在另一条路上，公共空间越来越敌意，教育越来越畸形，职场越来越惩罚女性，年轻人越来越算得清楚。数字掉到 0.72 不是偶然，而是所有这些生活体验汇聚成的必然。有人说，韩国的未来已经像一条向下的曲线，看不到拐点。你可以一边在新闻里看到政府在砸几万亿韩元鼓励生育，另一边在现实中看到幼儿园倒闭，小学合并，大学招生不足。社会越喊要孩子，年轻人就越清楚，这是一个根本不想要孩子的社会。这才是最刺痛的悖论。所以，韩国的少子化不是一句大家不愿意生就能解释，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拒绝孩子。孩子从幽灵婴儿开始，就可能被世界抹去；从 No Kids Zone 开始，就可能被社会拒绝；从医院到补习班，从职场到财阀的天花板，每一层都是一道门槛。最后，年轻人看着这一切，得出最冷酷却最理性的结论：不生才是对自己最温柔的选择。如果说人口是一个国家最深层的信任投票，那么韩国已经用072写下了答案。父母不登记，孩子成了幽灵；社会嫌弃，孩子成了麻烦；阶层固化，孩子成了负担。对年轻人来说，生育已经不再是传宗接代的自然选择，而是一场无休止的惩罚。钱可以给，政策可以喊，但如果社会氛围依旧是孩子不受欢迎，那么补贴再多也只是洒在荒地上的雨。镜头拉远，你会发现韩国不是缺少孩子，而是缺少一个欢迎孩子的社会。当一个社会把孩子视为噪音，把母亲当成累赘，他失去的不只是下一代，
而是自己的未来。关注我，我识才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